这不是花月夜的那个小仙子吗？见笑了。见过寒风君。刚才许久，我都没有察觉到你，你肯定不是普通的仙子。莫非是博仔老弟特意挑选了身负灵脉的仙子带在身边？寒风君今夜怎么回事？要么问我灵脉的来源，要么怀疑我的人是否身有灵脉。是我先让他上来的，我也不知寒风君今夜会来，就先让他躲起来了。春宵一刻值千金呐！是本君叨扰了，博仔老弟，注意身体。稍等，我送你。不必了。寒风君第一次来探访，应当送你。等我回来。好了，就送到这里吧，你去忙吧。慢走。飞虫！啊，虫子！乌龟海的女主人，还会这么轻易就被一只虫子吓到？多谢大人。这么晚了，你躲到我的床上做什么？乌龟海的女主人怎么不能去你床上了？大人，我他摸我。大人怎么突然这般？看来灵修宝钞还挺管用啊。不行，我得抢回主动权。大人，你放心，这规矩嘛，我都懂的。让我来找找。大人，我今晚都准备好了，毕竟我一直都是真心待大人的。这黄粱梦不在他身上。
别再动了。大人，你这身衣服我不喜欢，回头再说。那大人喜欢什么样的衣服啊？大人怎么就不……啊？等等，六境有灵脉的仙子，一出生就会种下引魂钉，封住灵脉。他方才是在探查我有没有种引魂钉。5日后，寿华判宫开始为下届青云大会遴选斗者，主上希望仙子陪同参加。劳烦仙子今日午后便与老身学一学神都的礼仪规矩，不要迟了。荀婆婆摆明了就是要试探你，你要是露馅了，我们就功亏一篑了。就是因为他故意试探我，所以我更要去啊！可这样太危险了。我们已经放出了玉宠，很快就能找到黄楼梦的下落了。给我5日，一定能拖延过去。今日老身便考考你，你可知道这青云大会到底是什么6境千年前，为了争夺9重天的福泽，一直混战。为了避免过多的伤亡，当时的6位神君便在卓金塔签下盟约，每年举行青云大会，用来划定福泽归属。有了后赵的记忆，我们就能知道谁是当日杀死薄仙子的凶手了。我等了这么久。婆婆，你为什么打我？我做错什么了？你打我！手拿过来，谁让你躲了？婆婆，你别打了我！你们在吵什么？大人救我！这荀婆婆都快把我打死了，你看这手肿的，连指环都戴不上了。荀婆婆，怎么回事？主上，老身考民意几个青云大会的问题，却发现他对青云大会的章程太过烂熟于心，远超寻常仙子。老身以为民意仙子的身份非常可疑，请主上明察。大人，你也不相信我吗？荀婆婆既然这么说了，我也一直很好奇。寒暑之水，地处瑶光山与极星渊边界，当地生民大多为采药仙士，日夜外出采摘灵药，极为辛苦。而你也说过，你家境贫寒，可你却生得一副养尊处优的模样。虽则青云大会是6境盛事，但寻常仙子，即便是看过的也是少之又少，更何况了解。一年有365日，我阿爹360日都在采药，那双手又黑又红，就是没有肤色。我给他怎么洗都洗不掉，我从小就盼着那双手抱我。我阿娘靠做绣品补贴家用，几10年了，手上都是茧子，茧又生茧，却一直拦着不肯让我帮忙。就是这样的他们，培养出了大人口中养尊处优的我。他们在世的时候，我就没有好好孝敬他们，所以我才为了大人把青云大会摸得比谁都透，因为我不想再留遗憾了。因为大人现在是我最重要的人，
我想多了解大人一点，我有错吗？你们继续吧。你这招是想要故意引起他的怀疑。没错，辜负了对自己一片痴心的人，他不得愧疚死？你还懂这个？当我在花月夜白待了呀。挺会哭的啊。过来。主上，外面发生什么事了？没事，继续。主上，老身让你为神君准备进献的诛心膏，你是打算给老身做祭祀膏吗？主上，每年吉星渊盛会，家家户户都会准备诛心膏祈福，可名义仙子根本就不会做，这未免太过蹊跷了。只是个糕点而已嘛。诛心膏将薯玉蒸熟后与粉浆混合，加入糖、牛乳，还有各种鲜花，冷却之后定型而成。和方才一样，你少说了一位，还有一位最重要的，流星之夜，在极星渊独有的福星花上凝结的露水。极星渊所有生灵都知道的诛心膏配方，我怎么会背不下来？所以，你是故意说错的。是，我知道大人还有荀婆婆，你们都不相信我，所以才会来来回回、里里外外试我那么多次。我就想找机会说清楚。什么来来回回？我哪有里里外外？好好相处。激化问题才是解决问题的手段。当然，想要彻底解决问题，还需要再给一点点甜头。哦，那你说说。婆婆，姜，你这不是会做诛心膏吗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样？我本来不会的，这不婆婆一教我就会了。而且你今天那么累，我也得表示一下嘛。老身才不会上你的当。婆婆是婀娜洗输液花瓣的，我就在这诛心膏里加了玫瑰还有香叶，怎么样？我不吃，你出去吧。哎呀，婆婆，别这样嘛。婆婆，我是真想跟你做朋友的。你看，姬大人把我留下来了，你怀疑我有问题，我一点小错你就往上报，那不影响大人时间吗？不如这样，咱俩和平共处，你多观察观察我，我要没错呢，那也就罢了；若是我有错，你抓我个大的，直接把我赶走，这不一劳永逸吗？婆婆。我就是想待季大人好，季大人是罪囚出身，身边也没个知心人。明印仙子，寿华判宫尊者要见你。你是谁啊？你怎么进来的？许薰婆婆，我还有事，我先走了啊。
你这是做什么？不是说带我见尊者吗？他人呢？我已经见到你了。寿华判宫的尊者，天机公主。还不快跪下！你这我也没法跪呀、公主，你帮我来所谓何事啊？名义是吗？不是，本公主命令你离开季伯宰。只要你肯走，这些财宝都归你。本公主还赠予你1000两福泽，怎么样？这何必犹豫呢？你想清楚。若你肯离开吉星渊，立刻就能获得这些东西。季伯宰的风流债呀！哦，或是你还有什么其他想要的，本公主一一为你安排。我想要黄粱梦，也没有啊。若是你执意不肯离开季伯宰，那你今天可就得命陨于此了。本公主也不喜欢见血，但无奈季伯宰对你实在特殊，留下你不行。对，公主好商量，离开季伯宰也不是不行。公主，你一定觉得我会这么说吧？诚然，一个男人和这些无尽的财富，甚至性命相比，也没那么珍贵。但是，自从季伯宰把我从花月夜那个魔窟救出来之后，我就彻底爱上了他。眼下我对他是一往情深，至死不渝。那既然如此，你就死了吧，还能减少些麻烦。小云，动手！第一次拿刀吧，手偏痛。来，小样儿，我都看见你了，赶紧来救我呀！季伯宰，公主何必吓唬他呢？大人，别怕。天机公主，即便是你，也不能为难我的人吧？还请公主不要拆散我们。季仙君当真决定要维护他了。天机公主，你我之间只是公平交易，不涉其他。我先前已经说得很清楚了。可若是父君一定要为季仙君和本公主赐婚，季仙君还敢抗旨吗？神君常年昏睡不起，寒风君如日中天。如今这吉星宫从上到下，怕是都以寒风君为尊了吧？在下不才，也算是个新贵。旧日的公主，与新晋升的贵客，你说，寒风君会让你成功的拿到这份旨意吗？季伯宰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本公主让你摆脱罪囚身份的。是，公主的确与我有恩，但本罪囚并不会以姻缘相报。我想，对于公主来说，一个能赢下青云大会的斗者，总比找到一个王女夫更重要吧？你说呢？
还请季仙君加持。人我先带走了。烦请公主记住，若是有人再敢为难我的名义，即便是天王老子，我也一样杀了。公主，他怎么能这么对你？他对我什么态度、什么感情都不重要。目前看起来，他还没有投靠叔父那边，这就够了。这位仙君，今日当值的姐妹全在这儿了，你想让谁献艺啊？你们谁是季伯仔的相好啊？据传，曾有仙君在花月夜追赶一名仙子，却被季伯仔出手阻止，说那是他的人。是谁啊？不知道啊。你们谁要是能把那仙子的名字说出来，这些啊，都归他了。这我还真不能确定。这楼里的仙子个个都喜欢季仙君。季仙君的交好实在是太多了，您来的时候想必已经问过福月房主了，他都不知道，我们又如何知道呢？是啊，这如何能知道？不知道呀，不知道吗？仙君，不是，你就看这玩意儿啊！这不对付那个东土子对症下药吗？那你不如直接给他下药好了。我倒是想呢，谁让他那么谨慎，从不吃外食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别说我了，你最近怎么样啊？你的腰伤好点没？我给你的药。怎么样，厉害吧？哇，还得是我们张台姐啊！怎么还不愿意起来了都？我快救我！我的腰起不来了啊！真起不来了！疼疼疼疼！忍着点，谁叫你逞能的？我以为好了呢。哎，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说呢。昨日有一个客人，他不听歌，不看我，反而来打听那日你被2个仙君追逐之事。他什么样的？挺高，挺帅，挺瘦溜。你说这话有什么用？我压根没见到，好不好？他神神秘秘的躲在屏风后，一看就来者不善，所以我就替你遮掩过去了。谢谢你啊。藏得这么严实，他该不会是个斗者吧？他应该是了。这斗者若是擅入外境，要是被发现，可是要送命的。你再帮我揉一下这里。怎么了？没事没事。那日他滴酒未沾，但是他咬了一口栗子糕。栗子糕，果然是这蠢东西。
我回去啦。真般配。大人其实不用来送的。毕竟是乌龟海女主人的朋友，初次到访，这点礼数我还是能尽到的。不愧是这个家的男主人。今日甚好。什么甚好？天气甚好。哪里好了？这眼瞧着都要下雨了。我看还要打雷了呢。玉成得手之前，再陪你演演。大人，你说的到底哪里甚好呀？其实今晚你可以不用来的。韩风君设的宴席，我怎么能不去呢？我是想说，前任司判失踪，穆西柏一直代为打理司判堂，今日不过就是一个谢人宴而已。我都上大人船了，大人才跟我说这些，我会以为是担心我出什么情况，跟我提前交代呢。那个新来的司判堂主事是谁啊？说是叫司徒岭。哦，他是什么样的人？我也未曾见过，听说就是一个滑头小鬼而已。今日的谢人宴，按理说他也该去的，可他却突然推辞，说什么今日上宫太累，不能饮酒，不能开荤，缺席了。大人也应该找这种借口缺席才是。我不想溜，该面对的事情，怎么都要面对。我懂了。大人就是担心韩风君再给你塞人，才带上我的。是。我不喜欢别人塞给我的，我喜欢自己选的。大人，韩风君来乌龟海的那个晚上，我在大人房间不小心碰到一个盒子，里面掉出一个坏的铁扇子。我就想，那么破的东西，大人为何还留着？啊，难不成是哪个小仙子留给大人的？那是明宪的法器。啊，那大人干嘛收着？明宪战败了，想留着当战利品。其实，他的确如外界传闻一般，是个极具天赋的斗者。甚至我当时觉得，他未必赢不了我。但不知为何，他的灵力仿佛突然枯竭了一般。于是我也难以收回我的灵力，险些将他杀了。幸好，他的那个法器救了他，我便把他留了下来，想着有朝一日，战场再见，能还给他。怎么突然说起这个了？你就当没听过吧。他说的不似作为，难道给我下离恨天的人不是他？